最近有新闻报道谈到有关于这个行动电源爆炸的问题，电池的东西啊，锂电池或者是一些电子类的产品哦，特别其实就是电池这种本身有蓄能功能的东西呢，使用上本来就要非常的谨慎哦。不过因为我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我最主要提的是，因为我看报纸上面写说如何去挑选到一个就是一个好的电池，就是安全什么的，讲了一大堆有了没有的。其实他们都一直都没有讲到一个重点，请各位朋友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情哦。对于这个国家来讲，政府或者是对于我们自身哦，消费者，其实进入嘴巴里面的东西呢，进入人体里面的东西呢，食物、药，它的检验是最严格的，它的标准理论上是要最严格的。我讲理论上了，要最严格啊。那这些东西的，比方讲药好了，它的研发它都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然后甚至最后还要再做从动物实验到人体实验等等，然后要有一个所谓的一个统计的一个结果出来嘛。其实很多好莱坞的片子喜欢拿这种药厂的呃这种庞大的商业体系啊，庞大的这个医疗体系中做文章嘛，所以其实蛮多好看的电影都是跟医院是有关的。我把话题扯远了，就是说跟人直接有关系的，它就会检验的，就是政府在让这产品上市之前检验会特别严格。那跟人没有直接关系的，但是会有间接关系的，比方讲行动电源，或者说我们讲手机好了，耳机也是，手机也是，或者是一些家用的一些电子产品等等的这些东西呢，它没有直接，你看似没有直接影响到人，但它实际上是会影响到人的。它是利用就是电磁波啊，或者是像刚讲那个电池那种，如果不稳定的环境底下，它可能会爆炸啊等等的。然后第三种就是那种我们的环境，周遭环境的，就是说我们不是也常常在报纸上看到这种新闻，就是架设某一个区域的居民抗议在这边在他们家附近架设的一个那个手机的那个发射站转接站，反正就是一个手机的一个不能讲电台啦，反正是讯号的发射站。然后他们集体抗议的结果呢，后来被拆除掉了。拆除掉之后呢，发现怎么这边收不到讯号了？我没有讲这个谁对谁错了，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应该问的问题是这样的讯号会不会对人真的造成影响？高压电线穿过去造成的磁场对人会不会造成影响？或是厂商就是这个工厂排放的废水进入这个循环那个大地的这个自然的循环体系里面之后，会不会对人造成影响？特别是如果你是住在河边的话，之前日本的那个福岛核电站的那核废水要排入大海的时候，进入太平洋的这个循环的这个环流里面的时候呢，会不会对这个环境造成影响？因为它里面的一些放射性的物质呢，它的衰变期会不会经过食物链
这样就是衰变期够长，然后经过这个底层的这个什么，就一个食物链的关系，人类是在最上面嘛，然后我们最终会吃到相关的东西，甚至讲塑胶的微粒，这个你塑胶这种东西不可能完全被消除掉，很多东西它产生的这个分解后产生的这个微粒呢，它不是完全分解掉了，它就可能就是散在这个大自然里面，特别是海里面去。其实几乎所有东西都会掉到海里面去啊。那这些东西讲起来，那整个政府或整个世界要规范的东西就很多了。当然我先扯一下东西，免得大家会觉得说我讲的都这一集讲的跟那个酒没有关系。其实酒也是有关啊，因为酒跟消费者跟人会有两个重要的关联。第一个关联就是呢，这个酒呢在酿造或者蒸馏的过程里面呢，它会不会产生不好的物质在里面？它因为酒精是会代谢的，就是从糖产生经过酵母菌产生变成酒精，就是乙醇。其实，在产生乙醇的时候呢，有乙一定有甲嘛，有乙一定有丙嘛，对不对？甲乙丙啊、丁啊什么有没有的这种各种醇类的东西呢？我提过了，发酵的过程它是一个很复杂的变化，可能经过10几道、20几道的这个化学变化，我们最后看到的那种简写的那个式子，糖加上水，再加上这个水浆溶剂，经过酵母之后产生这个醇类，主要是写乙醇，再加上二氧化碳，再加上其他的芳香酯类。这只是简化后的结果。事实上，整个过程里面呢，你如果一层一层去看的话，真的很仔细去研究的话，发酵，坦白讲，人类到目前是还酿造发酵这个过程，人类还是没办法完全的搞清楚。中间只要一个环节稍微有变化，或是你的原料物质不太一样的话，你最后造成的最后产生的这个成品呢，就会有差异，这个跟年份不见得有关系而是跟这个产品本身的特质有关系。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像烧酎这样子的日本的玉烧酎，玉就地瓜嘛，地瓜烧酎呢，我之前也有问过啊，就是为什么地瓜这种东西呢，或者是马铃薯，或者是玉米这种东西呢？虽然它酿造起来，它们本身并不是完全的，像地瓜吃起来虽然会有一点甜甜的，但是它表示它还是会有糖分，基本的单糖在里面。可是问题是呢，它大部分酿造过程中还是需要有类似曲这样的东西呢去做这个淀粉的转化，就是它里面淀粉还是比较多的。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其实并不是像我们想这么的简单就转化完了直接就跟那个在做清酒一样，不是的。其实玉烧酎一直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在酿造的过程中，因为我讲过酿造有好几个，它是整个可能10几个过程的迭代一直下来的。但是玉烧酎就是属于像地瓜这样的物质呢，特别容易在发酵的过程中呢，会产生甲醇。那如果你去查一下这个甲醇的东西呢，最简单的嘛，就是我们偶尔会看到以前早期的时候会看到说用甲醇来，因为它还是醇类，它跟乙醇就是跟酒精、乙醇是同样都醇类，它只是构造上有一点点不太一样而已。可是甲醇会喝多了之后呢，量太大的时候会造成这个失明，对身体是不好的。所以一般的这种，如果你用就是地瓜去酿造酒，先把酿造好，然后再去蒸馏的过程中呢，这个甲醇一路上还是会留，就是或多或少会留一些下来。
那你肯定要想办法去把这个甲醇给去掉。我不是说它一定会产生过量的甲醇，而是说它的量相较于说像用米去做的这个清酒、米烧粥来讲，用地瓜来酿造在蒸馏产生的玉烧粥来，它玉烧粥是比较容易有甲醇含量稍微高一点的问题。那这个也是含量稍微高一点的问题。以此为例子就是我们市场上所有的东西，基本上它都有一个检测的标准，就是不管手机的电波啊，或是我们喝的饮用水里面的这个呃重金属物质啊等等的这些它都会去规范。即便游泳池也是这样，游泳池它丢那个氯去消毒的话，它也是有一定的比例的值。有时候我们就是它刚消毒完的东西，我们下去游泳，觉得好像这气味特别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它里面已经有一些我们认为是可以杀菌的物质在里面，但是你不能过量，不然你自己就中毒了。回到酒这边来讲，就是说，之前台湾跟日本曾经发生过有一阵子就是十几年前，就至少15年前吧，就是某些日本的烧酎很难进到台湾来，特别是玉烧酎。为什么？2个原因。第一个是因为它不太好销售，因为台湾人对烧酎的接受程度比较低。不管是哪一种烧酎，玉烧酎、米烧酎、黑糖烧酎，或者是就泡盛嘛，或者是荞麦烧啊，或者什么这个南瓜烧酎啊，什么黑芝麻烧酎啊什么的。然后第二个问题是，他本来接受程度就比较低了，但第二个问题是，日本对于烧酎他们的检验的标准在哪一项呢？在所谓的甲醇这一项，它的比例、它的含量的比例，它是比台湾容忍度要再高一点的。所谓容忍度，就是说，我是举例的因为这个我没有去看那个详细的资料，我有看过但是忘记了。比方讲，他们规定就是这个数值可以达到，比如说100 ppm，举例来讲，但是台湾可能规范是最多只能50而已，然后就会差距50。那你说，奇怪，通常都是比较先进的国家呢，他们特别是欧盟欧盟是规范最严格，不管什么东西几乎都是规范最严格的。为什么日本他们比较能够，他反而会允许说你的甲醇只要不要超过100，那就是合乎这个规矩。可是你要进入台湾的话，这个我台湾的规范是50，这150是我举例的，我在强调这是举例而已。但是当时就是因为这样的问题进不来台湾，那有些厂商后来还是有一些酒进到台湾来，他是怎么做呢？他是在这个日本当地那边呢，就是有一批酒可能专门做给台湾的，他就是多加一点水在里面，让整个比例上来讲就是往下降了。各位要知道，就是说所谓的我们的含量啊，不管酒精度啊，什么东西，含糖量什么东西，这些东西都是跟这么多量是它溶在多少的这个，比如说以酒来讲，溶解在这个酒体里面的。所以说，假定它酒体比较小的话呢，比较少，那这个含量就会相对来讲就会变比较高。所以如果你要把它降低的话呢，就是一定要把这个里面多弄一些其他东西其他的东西在这个酒体里面。什么东西？基本上就是水，它有可能也会弄酿造用酒精但是就是加水的话，如果只加一些的话，它比较不会改变原来酒的风味，你只会觉得喝起来比较淡而已。当然你没有喝过原来的嘛，你如果直接喝到，你就会喝到你并不晓得它比较淡，你只是觉得说这酒的风味是如此。但是这个酒的风味基本上就是跟在日本喝起来就是不一样。后来有没有解决呢？
这个我没有去追啊，但是目前为止，进来台湾的烧酒种类越来越多，但是那种百花齐放的样子呢，跟清酒还是不一样的。原因是还是这个安全的设定范围的问题吗？我不认为如此，我认为是销售本身在台湾的接受程度就相对而言比较低，因为台湾人如果你要喝这个酒精浓度高的呢，他就算喜欢喝清酒，他也不会直接跳到烧酎。为什么呢？因为烧酎有太多种烧酎了，有玉烧酎、米烧酎。玉就是我还在强调的是，玉就是地瓜。那地瓜呢，烧酎一喝起来就有一股地瓜的香味，然后气味或香味在里面。那米烧酎呢，喝起来呢，喝米烧酎有时候我会不由自主会觉得说，你如果还去水割的话，就是加水下去变10%几，那类似清酒，可是它喝起来又没有清酒这么的，因为酿造酒总是味道比较丰富，那蒸馏酒就是比较相较来讲会比较单调哦。我讲这两个相较来说会比较单调，所以像这样的东西，你如果说在台湾的话，对于喝清酒这个族群来讲，还要往喝那种酒精浓度比较高的话，他直接就跳到 whisky，或者是喝白兰地，或者是喝兰姆酒，或者是喝琴酒，或者是去喝那个各种各样的烈酒，就是 cocktail 那个鸡尾酒那些的混合的酒。所以销售在台湾这一块就没有办法成为一个流行，而且一样销售也是要，我们还是会强调搭配要搭餐。在日本的这个伊萨卡亚，就是所谓的这个居酒屋里面呢，烧酎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一方面呢，烧酎高酒浓度比清酒要高嘛，至少2倍以上嘛，所以它开瓶之后可以放着，比较不会坏掉。好，你基本上它虽然是高酒精度的东西，但它酒精浓度呢，大部分预烧酎是25度左右。那你也有喝到40度啊，或45度比较少，但是大部分都25度左右，稍微高一些这样。那你开了之后不用马上喝完，然后风味上的减损也很少的话，这个对于不管是学生或者是一般的上班族或者是这个店家来讲，都是比较有益的。为什么？因为它比较不会有耗损的成本。好，就是这样的。我把话题我刚刚扯到说这个检验的部分呢，就是呃，第一个就是那个标准的问题嘛。那第二个的话，就是你还要考虑到市场性啊。你如果市场上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东西的话，你引进再多也没有用。其实还有第三个啦，就是如果说就算前面2个都符合，你还要回到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说安全性的问题。我刚刚讲那个烧酎被挡住，就是安全性的问题嘛。在早期的时候，因为某些东西甲醇过量，台湾政府认为这个会对人体造成伤害，日本政府认为说他们的标准这是更合的，你们太严格了。那你由这个来看，其实因为酒类是要进入人体里面的，所以包含药品啊，或者是这个手机啊，或者是像这次行动电源的这些问题等等的，他们另外会遇到的一个状况就是说，不管进不进入人体，都要考虑到安全。安全进入人体的特别要考虑，没有进入人体的你要考虑到使用的时候会不会对人体造成长久使用会对人体造成不良的影响。因为有些东西是慢性的，它就是积累下来的，或是它的伤害是积累的，或是它的量是积累下来的。所以，报纸写说如何挑选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标题就是不太对了。他甚至访问的一些人哈，我觉得这种讲法是讲的太粗略了。因为我之前有提过，以酒来讲，每一瓶
不同的瓶之间，即便同一个酒厂、同一个酒造、同一个酒厂，不管葡萄酒或者是清酒、whisky 或烧酒等等，同一个叫瓶与瓶之间都会有所谓的variation，就是它的瓶差，不会有两瓶完全一模一样的酒，不会。酿造蒸馏基本上都是人工参与度极高的东西，而且其实我就说发酵到现在，人都还搞不清楚真正它的整个程序是怎么样，它是很复杂了的一个过程，它并不是像我们在做化学实验可以很精准的，相对来讲精准的做到说多少克的什么物质，多少克的物质，因为这都是人造的物质嘛，然后就会产生多少克，它就没有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在里面。可是发酵或酿造里面，它其实有很多东西在里面。我们虽然说主要是糖，但是其实它还有其他物质在这个原料里面，所以整个发酵的过程，我前几期就讲到，除非你真的只有拿葡萄糖来酿，来生成酒精，可是这种做法就变酿造用酒精了，那没有什么风味，单纯只是为了酒精而酒精而已。如果酒是这样，那你觉得像电子产品啊，或者是比如说这次讲的行动电源，你觉得他们就真的就可以，因为是工厂在制造的，大量机械化的在制造的，你觉得它就可以百分之百每一个东西都是一模一样吗？不可能，不可能。然后你说看到它有检验过的这个标章哈，不管是比如我们最常看那个欧洲 CE 嘛，那个 Mark，或者是每一个国家有每一个国家的检验的标章哈，这个有一点，其实这个有一点像是贸易障碍那种感觉啦，就是你可以讲好听，你说我为了保护我们国家的人民，自己国家的人民，所以我会设定标准。讲讲的难听一点，其实它就是一种障碍。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我的标准和你的标准有没有一样？如果我的标准和你的标准不一样的话，那你的东西能不能进到我这边来？我的东西能不能出口到你那边去？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即便东西能够进来或是能够出去了，之前不是也发生过很多次，我们的农产品运到中国之后，他们检验，我们当然不可能刻意把我们有问题的东西就运出去嘛，我们自己周围的东西都做好了这个抽查等等的，可是运出去之后被他们抽查到有问题，那你说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里面可能有政治因素，我先不谈哈，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可能在这边甲方这边到乙方那边中间可能就有一些变化了，那更何况平与平之间还是会有落差哈。那这些东西从吃的到电子产品也是一样啊，就是说厂商基本上呢，大部分我先回到电子产品好了，大部分的厂商呢在要把这个东西制造出来，要符合我先不谈外销哦，先谈符合台湾自己的规定的时候呢，它一定是比如说一定会规范说你这个东西要该怎么去制作，不是该怎么制作，而这个东西制作出来之后，比方讲说它的电磁波不能有高于多少，那你做完之后，你一定是设计完之后自己对于这个制造者而言，他一定要想办法去量测嘛。然后量测你不能，你可以自己量，但是你自己量没有公信力，所以你一定要拿到第三方的实验室去量，量完了去做完这个检测报告之后呢，然后再拿给政府看，说我们这个是符合规范的。但是中间一直会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先暂摆着，我先不谈。国外的酒呢，比如说清酒运到台湾来，葡萄酒也是运到台湾来的时候，它的货仓打开，报关呢要进到台湾来的时候，即便他是减负了相关的文件，说这些酒呢，他们有抽查说，里面什么重金属符合，然后什么二氧化硫符合这个规范啊，一些致癌物质符合规范等等的，但是到台湾来的时候，台湾的海关基本上呢，如果你一箱，他可能就会抽个2瓶。
但是如果更多箱的话，他不会每一箱都抽2瓶啊，就是说他可能会随机看这个数量多少会去抽，那个叫做抽检。那如果说呃，如果你一直以来都表现得很好，就是每次抽检几乎都不会出什么问题，特别是对于大公司或大厂，他可能就会减少这种抽检的次数，这个也是成本哦。所以如果你只是少量的你如果带来自己要喝的话，那种手带1-2瓶，它当然不会检验了。可是如果是你是少量进口比如说60瓶进来，它一样会抽检，可能抽检一个2瓶，那就是成本了。因为什么？因为你的1瓶才多少钱的东西，你可能2瓶，你的一摊下来加上运费什么的，你的成本就变得比较高了。然后抽检的东西会不会还你？不会嘛，因为抽检基本上呢，比如说酒打开了，或者是电子产品拿去抽检，它也会抽检啦。那些这些抽检呢，呃，有些当然就是，比如说你已经被打开的东西了，酒已经被打开，你当然不会还你嘛。电子产品已经开始在使用了，你觉得他会还给厂家，然后你们他再重新包装再送吗？也不会。或者是某些在检验的这个标准的，就检验的这些特殊的事项，它本身就是一种破坏性的测试。比方讲，像电源供应器，它可能就一直充电长时间，然后在恶劣的环境底下模拟恶劣的环境底下，让它去看什么样状况才会失效哦。所谓失效当然包含爆炸等等的，或是它会不会产生那个过强的什么电磁波啊，或者是温度提高啊等等的这些东西，就属于破坏性的检验了。而破坏性检验你怎么办？那个东西就不可能拿回来了。但是相对来讲，为什么要抽检？为什么不能相信说从日本运过来的酒，我们就完全相信说它的报告，它的东西会完全符合标准？因为第一个可能两边标准都不一样，第二个我们的东西运到中国的时候，为什么他们又会发现，他们认为会发现有一些什么东西怪怪的，然后突然就禁止我们农产品了的那个了？这次电池厂商一定说它有经过检验啦，然后政府也就可能都市场上可能也都有抽检过了，为什么这个还是会爆炸？结论都是一句话，就是一定会产生产品与产品之间会产生落差。所以你说问题有没有解呢？嗯，有一个比较大家可能会不知道的东西哦，就是说，比方讲以吃的来说好了，之前我的团体海岸这边有一个朋友，他说他买了一批中药材，那是什么东西？反正中药材啦，从中国那边过来的，中国过来的东西你要很小心啊，对不对？然后中药材你本来是要养生补身的嘛，所以但是你又怕会有很多重金属，所以他要拿去检验。可是他买回来那一包这样子，然后检验呢，以他的想法，他当然希望这一包很大一包哦，里面很多东西哦，然后他当然希望每个东西都是合格，可是对实验室来讲，他不可能。除非你每一包这个里面的每个东西，它都把它拿一点出来去做检验，那费用就很高了。可是这样的话，也是一种破坏性的检验，就是说，他没办法做到说我只抽检，然后确认就是这100%没有问题。这在统计学上来讲，就是所谓的信赖区间的问题。有信赖区间，通常95%就已经很好了，可是95%代表说它还有5%是不确定的。那不确定的话，就是你万一抽了不准的话，你可能就没办法做到这么的，你就是你的那个检测的那个结果呢，你就没办法100%了。95%有时候都已经不见得很好达到了。那后来他觉得说，那我送检测目的是干嘛？我只能讲说，这个就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就好像厂商，我们如果做了一排这个酒，然后要拿去给这个
反正就是给这个相关的单位去做检验的话，他也不可把每一瓶酒都打开啊，他每一瓶酒打开，每一瓶酒都去做检测，这样结果是绝对是最安全的。问题是酒可能就坏掉了，如果是酿造酒的话，那蒸馏酒的话可能就不好卖了，对不对？要想别的方法了，但是我只能讲说这个基本上方法很少，而且这个跟厂商的自律与否，我觉得是蛮重要的，因为厂商通常在送检测的时候呢，不管是食品或者是所谓电子产品，它可能送的都是所谓的他们的样本，他们叫 sample 嘛，通常就叫做 golden sample 黄金样本。什么叫黄金样本？当然不是说是用黄金做的，而是说它这个东西可能想办法弄到极致，花了多少钱都无所谓，就是把这个我要送进检测这个东西呢，是最完美的东西，所以叫做用黄金来形容嘛，golden sample。那去送测基本上一定会过的，或者出错的几率很低的。可是你的 golden sample 跟你实际上在量产生产的过程东西会不会一样？东西会不会一样？你说都会一样吗？那这后续的所谓的检查，就是看生产者的良心，还有政府的，不管是海关，你如果要出口的话，对方海关、对方的这个对方的政府，我的意思是说，除了海关之外，他们在市场抽测，或是如果在台湾贩卖的话，台湾的市场抽测。为什么呢？因为你只能不断的，简单讲就只能不断的进行抽测。如果有编预算的话，所以就是罢免那个真的是很要不得啊！你如果把一些东西给删掉的话，对人体会造成很大很大的影响。以你是厂商来讲，不管你是制造什么东西，从酒到药到什么都无所谓。如果你知道市场上一直在被检测，就是这个政府、这个国家、这个公权力一直有编预算，一直在检测，他们不会跟你拿样本，为什么？如果我跟某个厂家拿样本的话，他一定会送最好的样本过来，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他们是用抽测、随机抽测的，所以我们常常可以看到电视啊、报纸写说什么。什么什么卫生局或什么哪边又抽测试售了什么什么产品呢？几件合格，几件不合格。我一直不明白的是，你为什么不把不合格名字给讲出来？但是呢，其实由这个监督的角度来讲的话，他并不是要把人家一枪打死，因为每个东西可能都会有一些小误差，然后这些东西呢，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商誉呢，如果只是因为一次的一个错漏，除非它是特别严重哦，除非特别严重哦，比如说之前那个哪一个餐厅吃饭吃什么东西就这个不是死了好几个人吗？那个这个就很严重了，那就勒令就关门了，而且可能还要坐牢或什么的。那你如果是一般的那个，它只是跟标准上有不合格的话，就是稍微高一点，或应该通常都讲说稍微高一点，不管什么东西啊，那这样的东西他可能只会公布说有不合格，然后他会勒令他改善，他再去抽测，或是他要求他回收。但是这个过程其实要花多久的时间，或者是说，有时候对某些人来讲稍微过量一点，他可能就不舒服了，就对身体造成伤害了。所以这个标准呢，怎么定这个标准？这个标准是每个人都适用吗？然后在市场上呢，买的时候呢，他的东西跟他原来送检验的东西呢，这个中间会不会有很大的落差？以我自己的经验就是说，呃，基本上呢，我讲国外讲的是先进国家哈，美国啊，或者是而且是美国制造啊，或者是日本制造啊，或者是这个欧洲制造啊，不是说什么东西挂个品牌 Made in China、Made in Thailand、Made in 哪里哪里。早期台湾的名声也不见得很好啊，就是说
你买 Sony 的东西，你不会发现，你应该会知道嘛，买 Sony 的电视 Bravia 那个电视 Made in Japan 跟 Made in Malaysia 价格就有差，可能差个几万块都跑不掉。如果是高阶的产品，为什么？为什么？你说它本身对它的品牌的它的那个型号就是不一样了，它可能就是比较高阶的东西，有这个本来就比这个先进了，这是原因之一。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为什么他们不把这个东西移到这边来生产？就是因为这边的技术啊、水准啊什么，可能还不符合原厂的标准。啊，我讲了半天讲那么多呢，其实就是要谈，嗯、所有的东西如果是从外销要进到台湾，从别的地方外销进入台湾来，就是我们去买东西进来的话，以酒为例子的话，它会经过很多个检验，包含在他们厂里面的检验，酒造里面的检验，自己的检验，或是会被当地的这个卫生单位，如果是酒来说，卫生单位做这个抽测的检验，然后他们也要送到这个合格的第三方的实验室去做检验。呃，我把话题再绕回去一点好了。我曾经在拜访酒造的时候呢，看过酒造内部都有像小型的实验室，他们自己会去量测一些东西，包含呃除了做检验之外，包含这个去量测这个什么日本酒度啊、酸度，他们可能自己都会有人在做这种小实验。我讲的是比较大的酒造，那比较小的酒造通常就可能送外面去做了。然后他们除了自己内部先检验之外，也会送到外面去再做第三方公证机构的检验、实验室的检验，然后这个会有相关的报告出来。然后这报告呢不能自己写啊，一定是那种机关去写。然后这些机关呢又受到日本本身的当地的这个相关单位国家单位对这些机构做检验。同样的制度在台湾也有那东西进到台湾来，台湾的海关还会再抽样本，他会抽样本，如果你的行为一旦良好，通常他就是抽个2支样本，然后看你的量多少，然后而且他抽样本，抽样本这一部分呢，其实以后我再细说，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我一直觉得很困扰虽然我不是进口商，但是因为我知道更细节的东西，所以对我来说，这种像清酒啊、葡萄酒、白酒、葡萄白酒等等，这些很容易受温度影响的东西呢，基本上检验它这个抽验的过程，这个时间花多久，对我来讲都是一个，或者是对进口商来讲，其实他们都要很小心这一块部分因为酒有时候很怕温差的，就是时间太久但是这个不是我今天要谈的东西，我是说他们因为海关去抽验，目的也是为了保障这一批我随机的抽查，然后确认 OK 之后，他才会放行。所以这个酒到海关之后，不是他抽完马上就让你拿回去，不是他要等到他们确认是 OK，他才会让你走所以这中间保存的环境怎么样，然后在海关那边被压多久，这会都影响到酒的状况，特别是对酿造酒而言那进到台湾市场之后呢，理论上相关机构也是要随机去市场上去抽验。那去市场上抽验呢，可能去百货公司，也有可能去一般的酒庄，或者甚至是看是比较特卖店什么那些，他可能会去抽检。但是这抽检呢，就是已经是因为东西已经可能在市面上面流通了，这时候去检验呢，呃，只能说是那种是最后的一个把关的动作了。但是无论如何呢，频率还是越高越好，因为有些东西是会变的，是会变化的。
我把这个酒的东西提完了，电池这个爆炸啊什么的也是一样哦。三星以前的手机会爆炸啊，这不是都啦，就是很容易爆炸。他们要查明什么原因嘛，然后去做抽测嘛，包含这个发生问题的厂商自己也要去检讨他们的设计的问题，然后去看他到底是在英文叫 scenario，就是在什么样子的环境底下造成这样的结果。然后有些东西真的大到说，哦，我发觉他真的这个问题是之前在设计的时候没有想到的，他可能就会把它写入他的这个设计规范里面，或是在测试时候的规范里面。我讲一个比较大的东西来做结论好了。刚刚讲这些东西，就是不管是用的或者是吃喝的东西呢，这种检验，毕竟它不是一个讲难听点，就是说，如果它真的有什么问题的话，第一个可能是只是生病，然后再严重一点，真的是会死人的。可是它也不会到很大量。但是什么东西是一定要非常非常严格的？飞机，对不对？所以每次我们看到什么，国家地理频道也有报，那个每次如果发生什么飞行意外的话，他一定要去检测，然后要有飞安报告，这绝对不是一下就出来的。为什么？因为你有可能是人为失误，有可能飞机的控制的失误，也有可能是飞机的设计上的失误，之前都没有考虑到，然后现在被发现，或是使用上呢，本来觉得没有问题，结果它遇到比较极端的状况下，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那你就要去改。所以这些东西，你看小至这种吃的，大的到飞行的东西，其实呃，生活是很惊险的啦，真的是这样子，生活是很惊险的。所以对于厂商而言，如果你是本身是呃公司老板的话，你要打，你要做你的 IP，你要做你的这个公司的这个呃品牌的话呢，真的要很小心，因为建立品牌不容易啊。但是让人家对你这个品牌不信任呢，确实很简单，只要几件事情出错就好了。我用刚刚已经讲完结论，但是这是附注好了哈，附注。因为我以前是做电子业的嘛，电子电信业的，可以跟各位讲啊，有很多人一直很担心说，今天手机拿着呢，讲电话讲久了会有问题。的确是某些人会比较敏感的哈，但真的的确会有。但是你说手机厂商难道在出厂前他都不会检测吗？会，他们会检测的，而且这个套标准基本上是全世界大概的标准都差不多的。为什么？因为你一个手机设计厂商，它可能要卖到全球啊，所以他们基本上标准都差不多哦。那这个标准基本上都是先从可能从欧洲吧，CE 吧，这个欧盟对什么东西检查都很严格哦，可能从那边开始，然后其他的再加上美国啊、FCC 啊，或者是其他比较先进国家了，那标准。手机怎么量测，你知道吗？手机就是他们会有一个实验室，然后有一个模拟的人头。当然，模拟人头，我的意思是说，它模拟那个材质什么那个，就是说，各位有看过那种假人嘛？就是那种它是那种胶去做出来的这种特殊的胶做出来的人头，它模拟人的这个，比如说人的这个头部的这个物质的密度哦，然后他们会把这个一个检测的探针插在这个人的脑袋那个假人脑袋里面的最中央的位置，就是被保护的最深的这个地方。因为如果你连最深的地方都超过的话呢，在这个比较表面地方，当然那个数值就会更大了。所以这个是最很严格的测试，就是说在
这个感测针在这里，然后他们开始，比如手机挂在那个假的人身上了，然后开始拨电话啊或怎么的，去量测一段的时间之后，去测量这个探针里面测到的数值是多少。这细节我就不讲了，就是说他会做到这样的程度，然后可能反复做了几次之后，会一直做到，甚至厂商他不会只刚好刚过临界值，他都觉得说 OK 不行，他要低很多，因为他如果说刚过一点点的话，那你如果在生产制造过程中，如果稍微一点小失误的话，可能他就会超过了。反正即便这么严格的检测了，但是还是对不对？有时候也会听到空难啊，有时听到手机爆炸啊，这一次的什么都爆炸啊，酒可能哪边出问题，哪个食物什么的哪些出问题啊？我们的世界就是这样一个世界，真的是这样子。那有感而发而已啦。这一期其实也是顺便把酒怎么进到台湾来的这状况呢，做一个简单的解释。那各位要知道，就是说，其实中间有很多成本在的。我不是要站在厂商的角度来讲这些事情，而是因为我两边都有跨，所以我知道，就是说某些东西你如果没有这些成本，对你不见得就身为消费者不见得是一个好事，就是这样了。如果你理想中的餐酒生活，当然是吃喝人都具备之外呢，你也希望整个过程结束之后是安安全全的嘛。安安全全就是说你也不要酒驾，不要过量，酒精不要过量，然后这个你吃的食物喝的东西呢，本身都是符合规范的东西。美不美味那是第二个层次，最底层的层次是安全，安全才是第一。好，今天讲到这里，海恩，我理想中的餐酒生活，填土之道有道理，拜拜。